找到人了，没关机，没关机，没关机！哎呀，我的手都没关机，我了！没绑紧，没绑紧。这是一句在景区现场被反复喊出的提醒。一个人喊，两个人喊，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但工作人员没有停。话音刚落，一名16岁的女孩刚从跳台滑出，整个人就坠入100米深渊。安全帽的破裂声和没绑紧那最后的呼救声几乎同时响起。这不是电影，不是网传谣言，这是2026年5月3日下午发生在四川华阴市马留岩探险公园的真实一幕。今天就请和小薇一起走进这起引发全网震动的瀑布秋千坠落致死事件，然后也想和大家一起聊聊，作为普通游客的我们，在以后面对每一个刺激项目时，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川东有一个地方叫华阴山，这里山高谷深，坡度陡峭，危崖耸立，峡谷上下落差超过200米，其中马留岩瀑布的落差高达168米，是黄果树瀑布主瀑落差的整整2倍，被誉为川东第1高瀑布。从2025年开始，这里火了起来，有旅游博主拍了一段视频，站在悬崖边，被绳索缓缓送出，整个人凌空荡出去，脚下是168米深的山谷，轰鸣的瀑布白练如龙，飞溅的水雾拍在脸上，失重带来的肾上腺素飙升。这段短视频在平台上一夜爆火。2026年3月15日，马留岩探险公园的瀑布秋千项目正式营业，同时推出的还有大摆荡、云端天梯、悬崖飞拉达等一系列高空新项目。景区在社区平台上卖力宣传，评论区里游客纷纷留言，一定要去打卡。有个细节很扎眼，一位网友4月初在官方账号下问安全问题，得到的回复只有3个字：包活的。这不是夸大其词，这是景区自己在短视频评论区打出来的原话。包活的这3个字像一句轻飘飘的玩笑话，却折射出运营方对游客生命安全的漫不经心。168米的高度，300米的摆湖，一个时速可达上百公里的高空悬挂项目，竟然用包活的来安抚游客的恐惧。这本应是最刺耳的警报，但遗憾的是，在流量和数据面前，这个警报被所有人，包括游客自己，暂时按了下去。时间回到2026年5月3日下午，四川广安华阴市马留岩探险公园，16岁的女孩刘某某和几位朋友来到这里，排队等待体验瀑布秋千。按照流程，她被工作人员穿戴好安全装备，但就在被送出跳台前，现场突然传出不断的喊声：没绑紧，没绑紧，没绑紧。这几句急促的提醒，并非遇难者本人口中的求救，而是他身边的朋友开玩笑时喊出的。但不管是谁喊的，这句关于安全绳没有绑紧的提醒，本应该让所有工作人员立刻停下设备，立刻重新检查，立刻确保万无一失。但操作员没有停。有目击者称，设备依然正常启动，女孩被缓慢滑出安全平台，仅仅几秒钟后，绳索突然松开，整个人的身体失去支撑，瞬间向下坠落，重重地撞向了突出在山壁上的大岩石。另一种说法是，坠落发生在女孩刚滑出安全门的一瞬间，在此之前根本没有经过完整的3、2、1倒计时流程。华阴市5·3事故调查组在5月5日发布通报，确认游客刘某某在送医途中不治身亡，初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一句轻飘飘的通报背后是一个家庭的支离破碎，是一个年仅16岁女孩戛然而止的人生。专家在现场视频分析后得出了更加冷峻的结论。广州红十字会蓝燕应急队队长何贤房指出，此类游乐设施对山体本身有极高的要求，理想的悬崖秋千跳台应该是90度垂直或负角度的绝壁，
也就是说，跳台必须设置在山体最突出的位置，下方到谷底是完全悬空的。这样，即使因为设备故障或误操作提前释放，体验者也不会撞到山体。但很显然，马留岩公园并不具备这样的天然条件，跳台延伸不足，山体本身有坡度，突出的岩石遍布其间。为了弥补先天缺陷，运营方把头顶的牵引轨道修得非常长，但跳台向外延伸的长度远远不够。这意味着，一旦释放绳异常打开，体验者根本无法越过陡峭的山坡撞击区。就算工作人员手滑误打开释放绳，跳台的长度也必须保证体验者直接荡出去，而不是撞到崖壁上。有中国荡绳第一人之称的段树军直言，从设计到操作，处处都有坑。而设计跳台长度不足这个根本性漏洞，在开业前竟然没有任何一方在验收时提出异议。事发第二天，相关视频开始在网络上疯传，瀑布秋千坠落女孩坠亡的话题迅速登上各大平台热搜榜，网友们的愤怒和恐惧交织在一起。本应是快乐的游玩，竟然变成了生命的终点。景区拿游客的命当儿戏吗？一句包活的让人细思极恐。还有那些曾经想去体验这款瀑布秋千的人，我上个月差点就去了。这样的留言在评论区不止一条。事后有媒体翻出更多让人后背发凉的细节。在该项目的测试阶段，就有体验者陈飞亲身经历了一次惊魂未定。当时电压不稳，他被挂在距离崖壁4-5米、距地面168米的高空中，整整悬停了5-6分钟，最后被拉回平台，未能成功体验。他还记得当时工作人员的解释，电压不稳导致绳子拉不紧，若强行释放，可能因绳子长度把控不当，导致体验者砸向地面。而就在事故发生的前1个月不到，这名文旅推荐官还在社交平台上发过视频，向网友推荐了这个项目。他直言，项目整体不错，适合亲子徒步，但出了这起事故后，他再也不会去尝试了。而且他非常庆幸当初没成功体验。这句庆幸里包含着深深的幸运和后怕。如果他当时真的体验成功了，会不会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面对舆论沸腾，当地政府火速行动。华阴市委市政府在5月4日当天就责令涉事景区全面停业整顿。紧接着，四川省文旅厅紧急通报，要求全省所有旅游景区全力开展高空类、惊险类项目的安全隐患大排查，特别是排查悬崖秋千、高空飞索、玻璃栈道等高危网红项目。全行业坐不住了，四川、河南等地立刻宣布暂停运行所有高空绳索游乐项目，要求全部接受重新检查、重新评估安全等级方能开放。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更是当天就视频调度全国各地的景区安全防范工作，各大景区、各地监管部门的电话都被打爆。你的瀑布秋千真的安全吗？你的蹦极设备最近1个月有没有做过安全检测？然而，无论调查多么迅速，整顿多么彻底，一个鲜活的生命终究再也回不来了。更让人心碎的是，据报道，事故发生后，遇难女孩的同行朋友情绪始终无法平复，因为那句没绑紧正是从他口中喊出的。哪怕这是个朋友间玩笑式的提醒，但他此后每天都在自我谴责。如果我再喊大声一点呢？如果我去拽住工作人员的手呢？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但每个人都应该被这件事儿真正警醒。你站在那个跳台上的时候，你身边的人根本开不起任何玩笑。一个失误，一瞬间的信号被忽略，换来的就是一条命。我们真的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吗？为什么我们的朋友圈、短视频平台传播最广的高空项目、极限项目，往往都是游客挑战生理和心理极限的这类噱头？从今天起，我们必须学会做一个不那么勇敢的人。出外旅行时，在没有绝对把握的项目面前，请大胆表态。不好意思，这个项目我不适合，我不挑战了，我的身体和心理感受更重要。安全第一，我今天放弃打卡了。说一句不玩不丢人。
那些跟风鼓励你胆子放大点的同伴，不会替你的后半辈子负责，不会替你承担医药费，不会替你照顾你的儿女、父母，自己的命一定要攥在自己手里。哪怕你是第一次到游乐场，哪怕工作人员一脸不耐烦，你也一定要在最关键的环节做到以下3个步骤：一、亲眼看工作人员帮你扣好安全锁，收紧扣带，最好不要闭眼，不要观看手机。2、亲口问一句，师傅，确认一下我身上的2处锁全都扣紧了吗？如果有朋友在身边，最好也请他从旁观的角度帮忙确认一遍。3、亲手动一下，感受安全绳的拉力和松紧度，确保在你离开跳台前不会有空间自由度滑动。记住，工作人员再忙再熟练，排队的游客再催，你也有权给自己一点时间去确认绳索是否真的牢固，这属于正当安全需求。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正规运营的高空项目里，都应该成为标准动作。另外，保留今天你游玩的小票、保险单据、付款记录，万一意外发生，哪怕只是擦伤或者惊魂一刻，事后维权时有据可查。短视频里第一批打卡网红景区的美女帅哥，绝大多数只是拍片盈利的博主，要么是旅游大 V 拿了推广费，要么是平台找的专业模特来带货互动。请永远记住一句话，网红的终点不是流量，是安全。在安全未知的陌生高危项目面前，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下一个小白兔、小白鼠。动辄300-400元的高额票价背后，到底有没有落实以下最基本的硬性门槛？查验景区是否有特种设备监管部门的检查合格证明，同时请仔细留意风险告知是否清晰，工作人员是否持有专业培训合格证和5年以上实操经验，现场有没有快速医疗驻点和救援设备，景区整体安全预案、实地演练是否每年更新。如果一场高空体验项目收费极其低廉，看到什么活动价格打骨折，也许更要留一份警惕。瀑布秋千的悲剧恰好发生在5一黄金周期间，恰是景区流量最高峰，节假日排队压力大，工作人员高强度运转，注意力分散的概率会明显升高。作为普通游客，我们在制定计划时，最好避免在开荒阶段，也就是项目刚开始运营、首批尝鲜的时候，又恰逢旅游高峰期去扎堆挑战这类高空项目，尽量选择错峰出行。如果正处在假日黄金期人山人海时，有些景区安全保障措施肉眼可见跟不上节奏的时候，及时终止体验，保全撤离，也无愧于智慧旅行这4个字。168米的高崖，16岁的女孩，美好的5一假期，风里有水雾吹过，山脚下瀑布震耳欲聋。没绑紧，一句玩笑般的呼救，没有人当真，没有人在意。然后几秒钟内，一切结束了。瀑布秋千坠落事故最终会随着时间推移淡出热搜，但对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它留下的不该只是一声叹息，而应是一道刻在心里的安全刻度。下一次，当你站在某个高空项目的排队区，不妨多问一句，多看一眼，多等几秒。当你听到朋友开玩笑喊没绑紧时，请认真当回事儿。当你发现设备或流程有明显瑕疵时，果断转身放弃，这没什么丢人的。我们或许改变不了运营方的逐利本能，也管不住监管的疏漏，但至少可以管住自己的选择，把万一当成10000来防，把每一次算了换成不行就是不行。敬畏生命，从敬畏每一根绳索、每一道卡扣、每一次出发前的确认开始。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小薇想说，如果有一天你我遇到了可疑的高空项目，明显违背常理的安全隐患，请打电话举报，景区停业1天，可能就会少1个人受伤。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薇说案，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